大家好，我叫孙熙啊。我是一个公司法务，就是脱口秀急需的那种法务朋友。其实我工作有10几年了，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就感，因为多年的工作经验教会我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就是法律庄严不可侵犯，但法务可以。我做过的最受摧残的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暴雷的公司里讨债。我们当时突然爆发了200多起风险诉讼，有几十亿的货款没有追回，领导就扔给我一沓判决书，让我去讨债。我当时特别不能接受这个工作安排，就堵了领导3天，想问他要一个说法。然后领导说：“小孙，你看这精神状态，多适合要债呀。”然后我就被流放到了新成立的催债部门，那就约等于是我司的宁古塔了。就是领导对团队建设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所以我们那个部门啊，就有那种不得宠的，有犯过错的，有块头大的，有长得丑的，还有那种一看就特别讲义气，但脑子不好使。然后有一个大哥，本来他不需要来我们这儿，但是他喝醉了，说自己小时候学过跆拳道，直接就被空降到我们这儿做了小组长。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呢，经常就觉得恍惚，觉得自己工作在一个黑帮电影的剧组里。那时候我还有点清高，因为我是团队里唯一一个211毕业的法学硕士。但你们知道吗？当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居然毫不违和。我有时候对着镜子看着我这张脸，我都想说：孙熙，你是不是融入社会融入的太快了呀？你也太社会了呀！然后你们也明白，我们虽然看着比较草莽，但其实都是公司里的弱势群体。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要债的时候特别紧张，想叫2个保安来陪陪我们，直接就被拒绝了，因为我们公司也欠别人钱，保安得留下保护领导。然后催债真的太难了，尤其是法务催债。你们想一想，法务怎么可能要到债呢？我们脑子里学了那么多的法律限制，我们行动起来很保守的。就每次催债的时候，我都是以说服和感化为主，必要的时候还带着一些哀求。就是在干这个之前，我一直以为讨债的是孙子这句话只是一句玩笑，直到我认识了200多个爷爷奶奶。他们真的都可厉害了，真的，每个人都不只有一个孙子。所以每次要债的时候，我们就像葫芦娃一样围在爷爷的身边。每个娃都有一些神通，但就是谁都不能从爷爷身上要回钱来。当然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这么窝囊的，我也有过一些职业的高光时刻。就有一次我们公司要去外地要债，就给我们租了一辆高高的大卡车，拉着我们往郊区开，我们就满满当当的站在那个卡车上边。那是我第一次坐敞篷车，我当时背着法律文书作为我的法律武器，其他人就站在我身后，拿着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武器。那一刻入戏太深，我都忘了自己是个法务，就觉得特别的斗志昂扬，今天一定要做一番大事了。然后我们就被警方监控到了，说有疑似流氓团体在往郊区集结。我那个时候还挺年轻的，做事很完美主义，所以当我被警察定性为疑似流氓的时候，我特别羞愧。我说：为什么只是疑似流氓呢？我们是哪儿露出了破绽？这句话也太否定我们的能力了吧，听着像我们 cosplay 流氓一样。然后当时警察就特别担心我们暴力催收嘛。我说：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只是流氓，又不是法盲。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其实是个法务。警察听完更惊讶了，啊，什么团伙里还配了法务？后来警察就让我们登记个人身份信息嘛，然后就在填职业的时候，我犹豫了，在流氓和法务之间，不知道填什么。我以前从没想过流氓也会成为我的一个职业选项。那一刻悲从中来，就想起了老师对我的很多教诲，
不是说好只要好好学习就不用干这个吗？然后那一天我们是上午出发，凌晨3点才回家，第二天居然还要上班。那一刻我就特别的愤怒，因为我意识到我们装流氓的比真流氓还要辛苦。真流氓只需要夜里出来就可以了，你们见过早八的流氓吗？然后我在那个公司工作了1年半吧，几乎就没有要到过什么钱，就偶尔不小心要到钱，也会有那种意想不到的烦恼。就有一次有一个债务人特别的配合，主动说要把公司这个月的流水都给我们还债，很感动。然后我就收到了500。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的等那个万字？没有，只有500。他欠我们1个多亿，只还我们500。我都感觉这500不是用来还债的，是爷爷给我的压岁钱。然后按照公司的规定，就每一笔还款都要准确的登记在总公司发放的债务登记表里。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填那个表嘛，我不知道它是以万元为单位的，只取整数。所以当我那个500输进去的时候，一回车就变成0，一回车就变成0，就真化整为0了。你知道我人活那么大，我第一次觉得小数点好残忍呐，感觉500被逼得投河自尽了，连个水花都没有，连个尸首都找不到，他被困在算法里了。我当时真的特别的慌张，我说我到底要怎么和领导解释？我说领导，你别看它是个0，其实它是500，这个0能花，这叫零花钱。领导会怎么想我呢？啊，小孙可真不错呀，都开始虚拟货币了。然后后来我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只能把这个500填在了备注栏里。然后每到午夜梦回，你知道吗？总能看见这500，就质问我，为什么500不能参与运算？为什么我的工作如此没有意义？我就感觉我所有的努力就像这500一样，一回车就不见了，一回车就不见了，最后搞得我严重抑郁了。后来我就问我自己，孙熙，早知你把这500花了该有多好呀，是不是就不用上报了呀？公司虽然会因此而告我职务犯罪，但500块钱呢，连定罪的标准都不够呀。虽然公司会一直问我要债，但是以我们部门的那个工作量，几十年后才会要到我这儿。我都能幻想到几十年以后，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愣头青找到我说，奶奶，该你还钱了。而且我们都特别好奇，为啥你只拿走500呀？然后我就特别骄傲地跟他说，因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这500块钱被人看见。然后我就把500还给了他，他就拿出了电脑，把这500又登记回那张债务登记表里，一个新的零花钱就诞生了。然后我看着他错愕的表情，我凑过去说，要不你也把它花了吧，就当是奶奶给你的压岁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孙熙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孙熙。孙熙为什么在分组的时候你是把自己选到了毛？因为我学脱口秀比较晚，然后感觉就是有很多想要表达和反击的东西吧，就是忍了很多年的东西。这个就是我10年前的事儿，就是我记得我以前看电影的时候说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所以我就想把脱口秀做我的毛，然后把这些悲惨的事儿讲一讲。我特别喜欢，我觉得他讲了一个像黑色幽默的一个电影，有点想到宁浩的作品，就是疯狂的石头，类似于那种。所以他在说到一些什么早八流氓的时候，我就特别有那个画面感，我觉得很戏谑，很诙谐。他还有一个点，我也是觉得很好笑的，但是我不知道好不好这么问啊？就是我其实想问的是罗老师啊。因为他在还钱这事儿是吧？因为他在说到有一群葫芦娃的时候，我当时想罗老师是不是有葫芦娃的一些经验？罗老师是被
围着的那个爷爷是吧？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个官司在打，所以我们有100多个葫芦。但是我们作为有良心的人就不应该做生意，所以就变成我们绝对不是爷。我觉得他们100多个是葫芦爷，然后我们是特别愧疚的。但是，实际到那个操作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耍手腕。举个例子来说，他来打官司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优先还谁，事后还谁。对。但是这个官司打完了，就未必你能控制这个节奏。但我们底气是我们所有的都还。对对对。但那个的目的不是为了赖，是为了先还这家，所以就故意拖那个。那时候他们也觉得我们挺流氓的，其实就没有。所以我们那儿是来了很多葫芦，都是葫芦爷，然后我们一个劲儿跟人家道歉，所以。没有幸经历过你描述的那种情况，但我估计你也没有幸见过我们这种情况。对对。我后来听你《甄嬛传》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啊。其实在我讨债的时候，正好那个锤子手机上市了，我还买了一台。哎呀，我那阵感觉我需要锤子手机，感谢。然后我买过 T1和 T2，还给我妈买了 M1。哎呀，买3台啊！哇，所以你没给我拍灯，好难过呢。但是你早说呀！但是你已经很成功的让我特别愧疚了。对，所以我这真是吃过亏的人，他就说出这话来。是的，是的，了不起，了不起。哎呦，来，孙熙，现在场上因为有笑团2盏灯没有亮，所以应该就要接受挑战了。我们来看一下。要对孙熙进行抢麦的是哪位朋友呢？有2位。来，那么孙熙，就我和二哥真的挺熟的，然后我在大连读书，然后他也在大连工作，所以就二哥好了啊，谢谢二哥。二哥来了，好嘞，来吧，二哥上。二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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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二哥！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二哥啊。那个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谢谢大家，2楼观众注意安全。当我接到这个导演的电话啊，让我上来录节目的那一刹那，我非常的激动。你知道我是第一次录节目啊，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节目办得很正规。无论是逃生通道的设置，还是灭火器的数量啊，都很合理。你知道，我一直是在做兼职消防员啊，不是兼职脱口秀演员。大家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很多人建议我做全职啊，说我本职工作很危险啊。其实我感觉脱口秀它也安全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本职工作这个待遇非常的好啊，我们备装都是统一配发，内衣、内裤、袜子都是统一配发，营区环境也很优雅。每当我吃完晚饭，都会来到3楼我们那个阳台，伴着夕阳会让我陷入沉思。我就在想，哎，哪条内裤是我的？这我问毛豆。曾经身为海军的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烦恼？他说我那裤衩都能当帆。我跟毛豆都来自大连，其实我跟毛豆一样，一开始我爸也让我当海军，我当时不想当兵，我怕吃苦，我当时就想用烟头烫我自己，威胁我爸。你知道我爸看见以后特别懊恼，儿啊。何必呀？爸爸不了解你啊！你小这么不怕烫，你去消防吧。你知道我来到消防队啊，就不得不提我的好战友啊，和尚。啊，为什么叫他和尚？就是比秃子叫起来好听。啊，和尚这个人他很惨，你知道我们消防员工作容错率很低，你犯一点错误就很容易发生危险啊。和尚就因为错穿了别人的训练鞋而感染了脚气。我递给了他一管脚气膏，他说：“好兄弟就应该有福同享。”
他也不想想我怎么会有脚气膏。可以鼓掌。你知道我们管理员就熄灯以后不让玩手机。有一天熄灯以后，和尚手机震动突然响，我队长进来查寝，他刚想接，这小脑子活，歘嘴沙底个滋滋滋。我队长笑了，说你把我当傻子呢。和尚也笑了，可能是队长说对了。手机被没收了，和尚闷闷不乐来找我，说老二你不讲究啊，队长来了你不会通知我吗？我说我不讲究，我没打电话通知你吗？你知道和尚是我队的开心果啊，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工作当中啊，都给我们带来快乐啊。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大的厂房起火，大火都被浇灭以后，我们2条枪相对进攻，扑救一些残火。我跟和尚1条枪，我给他拔水袋，我俩就这么样往前进攻。这个时候和尚可能是因为紧张，帽子突然掉了，然后他顶着他的大光头，他这样去捡。你知道消防员在火场里对光是很敏感，对面那个水枪手很有经验，一枪就把和尚干倒在地。和尚是个纯爷们儿，在哪跌倒他又在哪站了起来，他还去捡。这个举动彻底把对面枪手激怒了，明显加了点压，和尚双脚都离地了，站起来就骂：“还有你有完没完？都自己人！”你知道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都自己人趴地上说的。这时候对面水枪手拿电台喊我说：“老二你行不行？你妈有火光，你们能不能灭？”我说：“这是佛光。”你等他把帽子戴上就灭了。那天我们工作一直持续到天亮，走出那间厂房，后面那个射手，后面那个水枪手啊，在喊我。后边哪射手？说和尚老二，对不起，你们看，他用水枪给我俩打出了一道彩虹。我说哇，好浪漫。哎，你有完没完？你知道我做很多年消防员。平时身边我家人经常问我说：“你做这么多年消防员，你给我们讲一讲你曾经遇到过最危险啊、最让你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一般我都会给他们娓娓道来啊。我深深的记得，那是阴历7月15的一个晚上，啊，就鬼节，我们接到报警说一个大爷在上坟的时候走丢了。接到这个报警，我们迅速来到了走失大爷这个山脚下。我们队长不一般，制定了非常详细而且周密的计划，说话非常有气势、有魄力啊！同志们，听我指挥，兵分3路，就2条路。人员分工，和尚老二，你俩中路。中路根本没有路啊，中路不好推啊。和尚在前，我在后，我俩跋山涉水，给我溜呛。突然来了个坟头，和尚就开始手舞足蹈，你看没有？我以为是不是遇见法师了？但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必须保持沉着冷静。我当时都不敢动，我好像被控住了啊！啊，你快点过来帮帮我！大蜘蛛进我眼睛身上里了啊！我说你不是和尚，你纯妖僧。你知道，讲到消防啊，我一直觉得防要比消更重要啊。现在有很多人他没有防这个意识，也没有逃生这个意识。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有的时候沉迷于网络，他喜欢玩游戏。他一开始啊，有的时候他感觉火着的不是特别大啊，他一看没有事儿，我玩完这把排位我再走。你走慢了，你只有排位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讲完啊，我说逃生的时候防烟很重要啊。我们成年人你猛吸3到4口就很危险。一个大爷噌敢站起来，我抽30、40年烟，我还差你这3口4口？我说大爷你要相信消防员。大爷一听来劲了，我最不相信消防员。有回上坟我走丢了，消防员就没有找到。后来我自己回来的，回来时候给我吓完了，我看见和尚在坟头做法。谢谢大家。
不知道。哇，各位，来为二哥的表演投票。再次掌声送给二哥。二哥，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从第一轮的比赛结束到现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因为同样是讲消防员的题材啊，2回了。上一次我也特别喜欢，但很好我记得我好像是没拍灯，对吧？没拍，我也记住了。对对，他记住了，我说滋你。希望你说这些能让你感觉好一点，我回去睡得也不是很好。哎呦喂，对，然后今天你就整个表现非常精彩，我就拍的毫无心理负担，然后特别高兴。还有就是咱们一般会说脱口秀演员说那个包袱抖的脆不脆，他是没有包袱也很脆，他就从头脆到尾，就他这个气质我太喜欢了。谢谢老师，太可爱了啊！我想问一个最脆的啊，全场第一个爆笑的最脆的那个点，那个是嘴瓢了，而不是设计的，对吧？你知道我一直是在做兼职消防员啊，不是兼职脱口秀演员。这嘴瓢了，上海观众对消防员很包容，真的，谢谢。这叫吃螺丝哈，他的粉丝叫螺蛳粉啊。然后那个，哇，好棒！哎，我觉得他有二人转那个感觉，因为好多年没看这种，就特别亲切。因为他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点，就是义正言辞的说一个感觉特别严肃的事儿，对，他突然跟你说一脚气，然后对吧？然后就是那个东西一下就能反转出来，真的太好玩了。其实我就想放松的把我们消防员这些故事给大家讲出来啊，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提到我们消防员，他都会有。这就会看一些比较视频上一些踩雷个视频的，以为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战友之间的感情，还有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也会嬉笑打闹啊。其实我来上台讲，就想让大家看看一个真实的消防员啊。可能很多年轻人也会要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啊，就是这样。我觉得他用了一招特别显得齐，就是中间讲那个去找大爷，然后听着没了。我说大爷呢？其实我中间等那个大爷，我有分了一会儿神儿，但他很快就回来了。我就觉得大爷回来了啊！对，大爷回来了。大爷去哪儿啊？哦，我觉得二哥这次表现比上一次，我觉得要惊艳很多，这次非常棒。确实是有特别大的改观。上次让大家了解了这个职业的一些周边。而这次开始让我们了解到了作为消防员这个职业人的快乐和他们的战友之间的这种生活。对，你和毛豆是一个俱乐部吧？对啊，毛豆，今天二哥的表现如何？二哥这个稿真的非常难。二哥他现在真的现在还在消防队干活，而且消防队最近有任务，他这个就挤出了很短时间来弄这篇稿。今天呢算是非常好了，对。来，谢谢我们俱乐部队友的鼓励。作为职业人，尤其是还要工作，再加上消防员，这是个很特殊的职业，所以在很大压力的情况下，出了这么精彩的文本，然后有这么精彩的现场的舞台表现，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哥。同时，我们也请孙熙回到舞台。在二哥和孙熙的表演结束之后，反了。我们来看一下2位获得的支持票数，请看。二哥说这么好，哇，厉害！二哥获得了非常高的274票。对，又赢了。掌声恭喜二哥进入到下一轮。孙熙要在等候区继续等待下面的结果。